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大家好，我是人在延安，来自宝島台灣的歷史哥李修。大家好，我是人在上海，但是呢，也是來自寶島海南的，陪你一起看世的王驍。歡迎收看視頻播客島島連線。過了2個禮拜，上一次呢，我們還在這個波斯灣波雲詭譎的局勢裡面，這一次呢，我們要討論一下。但我們現在錄像的這個時候呢，是4月6號，明天4月7號，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女士呢，將會受邀來訪問大陸，她將會來到這個上海、江蘇和北京，所以呢，這一趟呢，我覺得也是規格整體來說是比較高啊。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說，我拉上這個歷史哥，你看歷史哥還在出差呢。今天早上我刷這個視頻的時候，還刷到歷史哥對這個繼皇帝大典啊有一段這個評論。現在這個歷史哥已經是在這個兩岸穿梭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當然，我們也知道歷史哥去年大罷免的時候嘛，因為你不是參與了這個叫做那個無黨派的那個大聯盟嘛，當時無黨派大聯盟剛好就是鄭麗文女士發起的，所以說相信你和她也有很多的這種私交，然後呢，當時也建立了很多的工作的聯繫，所以我們相信就是說你有更多的超越新聞的這種相關的觀察。所以今天我覺得我們和大家就是聊這麼幾個話題。第一個呢，我是想說借着這一次鄭麗文訪問大陸，我們就可以來和朋友們一起回顧一下我們的49年以後國共兩黨的一些交流。剛剛解放的時候，這個大陸跟國民黨之間的交流肯定是屬於一個斷檔的一個狀態。後來物理交流，這個对，物理交流。但是後來等到這個汪辜會談之後嘛，開始，所以說我覺得這是有一個歷史變化的。汪辜會談連戰到馬英九進入一個蜜月期，然後再到蔡英文時代。到現在的我們可以說前鄭麗文時代這一段的叫歷史時期，我們和大家一起呢回顧一下歷史時期。然後另外一個呢，也是希望可以請歷史哥來跟我們分享一下叫做前鄭麗文時代的這個國民黨的一個形態，或者前鄭麗文後馬英九時代的一個國民黨的形態。因為雖然說現在国民党主席變成了鄭麗文，但是呢，其實鄭麗文所面對的也是這個前鄭麗文時代的這個國民黨裡面的這些派系。所以呢，我可以讓歷史哥给我們介紹一下國民黨裡面的這些派系都有誰，哪些人呢高興，哪些人呢對於鄭麗文的出現呢不高興，哪些人呢要支持他，哪些人呢憋着壞水，對吧？等等等等。然後呢，第三呢，也是希望可以請歷史哥來給我們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說這個鄭麗文，他是去年年末上任的，他在去年年末到現在也已經有了這麼大幾個月的時間了，所以他在上任以後，他做了一些什麼事情？對於這一次的登陸，大陸可能有一些什麼期待，而在台灣，尤其是在國民黨內，又會有一些什麼樣的說法？所以第一個部分呢，就是咱們一起來聊一下這個歷史部分。這個首先第一個沒有想到說吃瓜吃到自己身上啊。那其實我在19年，當時我開始做自媒體的時候，當時就訪問過他了。那一會他對新媒體還非常非常陌生啊，但這手機拿着，我就聯絡他，聯絡老半天都是簡訊聯絡，大家知道嗎？用這個手機短訊啊，台灣叫簡訊聯絡。那這你該要個 LINE，他說不會，你用短訊就好了啊。但那時候還搞不太清楚什麼是新媒體啊，說訪問這樣 OK 吧？夠了吧？我就走了。到24年結束之後，因為節目的關係，中天就一直把我們排在一起啊，也因為這樣呢，就慢慢就聊上了。後來因為可能聊了幾次，就常聽我們就分析能夠回應到他的一些論點啊，他就主動問我說，這個我們這個是不是有賴啊？我說這個姐我沒有賴。他說怎麼可能？我沒有加嗎？就加了。他主動問我之後加了之後，我們就熱絡起來。那後來到了5、6月的時候，他就想組這個黨外在野大聯盟，他還特別找我去吃了個飯。他覺得我們這個工作做得挺好的。後來他想一想他應該再組一個團體，能不能夠在第三方的角度來應對這個當時大罷免的過程。所以呢，他就去組了這個黨外在野大聯盟，並且號召了很多人嘛，包含館長啊、我啊，然後這個郭正亮啊，這大家都很熟悉的嘛。當時我們也搞這個公投的這個助講啊，當時鄭主席啊，我都叫他麗文姐啦，我說姐也很爽快就答應了嘛，所以我們這個很有革命情感的。然後他有一天呢就說，你早點到電台，我說好，然後說我們就到電台的小房間，他突然就很認真的看着我，我想說，什麼大事嘛？他突然就拍了我肩膀，歷史哥啊，我呢觀察你很久了啊。我覺得你是一個可信任的人啊，所以以後呢有很多事情啊，就大家一起努力啊，然後就 OK。所以
後來啊，這個肩膀一拍呢，哎呀，這個他拍了我肩膀，當然說我挺高興，我覺得能夠幫助到他這樣層級的這個政治人物，我們還是挺開心的嘛，啊，对吧？我們作為一個社會的晚輩啊，那有一些對這個社會貢獻啊，對這個能夠對台灣、對兩岸都有貢獻的挺好的。他後來順利當選了，鄭麗文的當選呢是超過50%的黨員支持的，因為國民黨採用的是黨員直選制，好，這一點跟大陸的這個制度很不一樣哈。就是國民党到目前為止還是有保留這個黨主席這樣的頭銜，它的組織架構呢，比如說國民黨的中常會其實跟大陸的這個政治局其實是可以對應的，其實兩黨的政治結構是很相似的，只是在名稱上有所不一樣。這樣的話，大陸的同學可能比較好理解國民黨政治的結構，因為畢竟當年都是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之後啊所締造出來的，所以常說國共是兄弟黨嘛，都是列寧式政党，組織很嚴明的這個列寧式政党。甚至民进黨它雖然是反國民党的嘛，但是他也只見過國民党這一種黨的組織形式，所以說民進黨其實也是一個列寧式政党。而且民進党人很多是共產党，特別是中國共產党的粉絲啊，比如說。這個陳菊的房間裡就貼了一張毛澤東啊，比如說呢，這個陳時中前我們的衛福部這個負責人嘛，他是林彪將軍的粉絲啊，他特別把他寫到回憶錄裡面，這很罕見嘛所以他們建黨的時候其實就是多所參考國共兩黨啊，那包含現在後來柯文哲建這個民眾黨，他其實也是類似的這種列寧式政黨的這個邏輯啦哈，所以國民黨它的這個政黨呢，它的屬性就很特殊。因為我們也知道，其實列寧式政黨後來真正成功發展下來是中共嘛，就採用民主集中制的一個邏輯嘛，人民民主專政嘛。但是國民黨它又要適應現在這個蕭哥說的德摩克拉西，就我們說的西式民主，所以它又得採用黨員直選，這就是我們今天主軸的一個核心。原因是什麼？因為這樣的直選其實對國民黨的整個黨組織架構顯得變得支離破碎，而且派系之間呢很拉扯、很撕裂。因為大家知道，一旦進入到普選制度啊，那就是三头林立的概念嘛，就是大家就这個各有這個黨派。國民黨啊，這個幾歷興衰啊，到現在算了130幾年了，但國民黨目前的體質其實已經跟大陸這邊其實落差已經很大。它主要的問題在於說，它不太適應現代這種西式的民主德摩克拉西，但是呢，它又必須得去適應。所以就形成了很多很奇怪的一些光怪陸離的現象。國民党，我覺得它關鍵是經歷過一個歷史的變革時期，因為剛剛到達台灣島上的時候，國民黨是台灣島上的叫做絕對執政黨，就是蔣家王朝嘛，老蔣加小蔣統治了非常非常長的時間，而且老蔣加小蔣統治的時間全部都是戒嚴時間。就基本上就是一個軍政府，雖然說小蔣不是以一個軍人形象在進行統治，但是小蔣其實他所推行的也是一個軍政府體制嘛。然後呢，第二就是說，台灣自己內部，國民黨自己內部經歷過蔣家王朝，到李登輝轉型，再到陳水扁時期，國民黨失去政權，所以說以前的國共之間的聯絡，某種意義上來講，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說軍事上面的，那都是相當於是到大陸和台灣之間的聯絡。再到此後蔣經國的末期到李登輝時代，那麼大陸和台灣之間聯絡或者國共之間的聯絡呢，它又有一點變化。它的這個變化呢，可能是在於，就是說它不是絕對代表台灣。再到後來，比如說進入了陳水扁時期，其實我們也知道，雙十會談之後，兩黨一號人物的再一次見面，就是連戰。連戰那個時候的形象又是什麼呢？是一個最大反對黨的一把手。所以說，國民黨自己在這個歷史中，它是在不斷的改變着身份的。這就導致呢，國共兩黨的交流，它其實也在不斷的改變着情況。而這裡面，我覺得最重要的一次這個轉變，應該就是來自於這個汪辜會談。那我想知道的是，台灣今天如何去談論汪辜會談？第一個名詞就不一樣啊，我們叫辜汪會談啊，這個主體性的差異啊。第二個，這個辜汪會談當時在92年的時候，最後達成了政治框架嘛。這個政治框架就是我們後來所稱呼的九二共識。九二共識這個名詞是後來由蘇起老師啊，他所定下。蘇起老師當然在國民黨裡面那是絕對的兩岸大師。92的會面呢，那所形成的一個具體的一個內容啊，他最後把它用九二共識來概括了。因為首先呢，這個叫創造性模糊嘛。
什麼是創造性模糊呢？即兩岸在政治的談判上面呢，它可以慢慢來進行，但是在事務層次的交流它必須快速且這個有序的來推廣。為什麼？因為其實在小蔣就蔣經國的後期第一個老兵探親已經開放了，當年有非常多的這個國民黨老兵，他其實是10萬青年10萬軍他可能12歲14歲就被國民黨抓了或者是自願的或者是各種因素的，他就加入到國民党部隊，然後接着在國共內戰当中，最後因為国民党兵敗如山倒嘛，所以呢就跟着國民党部隊呢就撤退到了台灣，然後最後等於說他的爸爸媽媽兄弟姐妹，甚至有些人他的太太孩子都在對岸，所以他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後來這開放探親之後，當然通過香港這個中介這個慢慢的完成。可是呢，隨着老兵探親呢，又出現一個問題，就台灣人到大陸去投資、生活等等各個方面，他有一些事務性質，他必須解決，否則你两黨你是對立所以在那個氛圍之下，我們可以看到幾個事情嘛。首先是在小蔣的最後這個1年的時候，他進行了解嚴，也就是結束了這個軍事管制的狀態。因為戒嚴的話，憲兵就等同是警察，他等於是軍事管制的一個狀況。第二個就是到了這個國安會談，就大陸的汪辜會談的時候，是李登輝在執政的，他呢就把這個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給廢除了。什麼是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呢？就是動員國家戡亂，戡什麼亂戡國共內戰當中對抗中共這個的壓力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大的根本法所以它這個等於是把整個的這個戰時模式給解除。所以今天很有意思兩岸從來沒有任何和談的軍事和談的條約，但是兩岸各自用各自的方式來把戰時模式轉換成至少在民生上面是和平模式，但是軍事上面繼續的進行這個對峙狀態。所以有人說國共內戰沒有結束，我也持這個觀點，是從法理層次上的，但從事實交流上是結束，而這個關鍵標誌就是辜汪會談。那辜政府呢，當時代表國民黨政府，而且辜政府辜家在國民党裡面相當有勢力，因為辜家他們是這個士紳望，辜家的勢力很大，那他也成為台灣這個士紳跟這個國民黨合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代表他們家向來傾向跟執政者合作，所以當年辜顯榮也是開台北城门給日軍入城嘛，但是在國民黨來的時候辜家也是選擇跟國民党來進行合作，所以呢派这辜政府呢有個好處辜政府呢他們家裡的特色就是什麼，誰都不得罪非常的圓滑，而且呢辜政府本人他这個中華底子非常非常的深厚，他本人京劇唱得很好，他是京劇的票友常常自己下場掛個大鬍子就是下場去唱，所以也基於這樣，我覺得這個交流跟這個汪道涵先生辜政府先生兩先生的交流非常非常的好。当時成立這個白手套組織就是台灣的陸委會去成立了一個叫做海基會，那大陸的話就是由這個國台辦去成立了這個海協會，海基海協兩會透過這樣子第三方的角色的半官方的這個基金會角色做白手套組織來做談判。因為當時李登輝在的時候依然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時期嘛，所以他等於是透過政府層次的事務性的談判，擱置政治性的談判，或者是延遲政治性的談判，來形成跟共產黨之間的一個有序交流。所以這也就讓國共會談呢，在兩岸兵士之後，它一直都帶有很強的這個政府屬性，因為它的開這個頭的時候，它就是為了解決事務性問題而產生的。當年其實甚至一度談到什麼，談到是不是兩會互設台灣的在兩邊互設代表處，因為大家也知道，兩岸最大問題在什麼簽證關稅這些，因為兩岸的這個經濟人員往來太密切了嘛，所以這個東西必須得解決嘛。簽證就是台灣人到大陸去拿台胞證嘛，大陸人來台灣的話拿這個大陸人通行證嘛，所以辜汪會談其實給國共的和解開了一道窗口，但是它沒有完成，因為畢竟是政府層次的。緊接着國民黨就捲入到了台灣風起雲湧的所謂民主化運動當中你從今天大陸的理解也可以說是一種顏色革命吧。它主打的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解放也就是自由民主所以96年第一波的時候，當時呢這個李登輝來選舉就這個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那李登輝以高票當選，然後接着2000年當時呢李登輝呢這個屬意給連戰但是連戰呢輸，因為宋楚瑜呢其實才是最有力的接班人，但李登輝為了壓制宋楚瑜，而當年宋楚瑜其實是幫着李登輝去打敗蔣家的殘餘勢力的。這裡面這國民黨這個內鬥是無限細分的如果他有100個兵，他會兵分101路這個國民黨這個厲害就是這樣。所以到了2000年連戰輸掉以後，國民黨人是非常憤恨不平的，因為對李登輝是很不諒解，
所以後來李登輝也相對是變相被趕出黨了。所以這個事情我們就串聯一下，所以李登輝離開之後，連戰開始主導了整個國民黨的。當時國民黨呢，因為他其實是連宋楚瑜分裂出去之後落敗的嘛，所以他當時在這個立法院的力量還是相當龐大的。所以就撤走着陳水扁，那還有就地方的縣市長多數還是國民黨的狀況，所以整體來講他就撤走，但是他面臨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啊。陳水扁前1-2年呢，當時任用的不管是行政院長有一個叫唐飛的，都是國民黨籍的，後面就越來越加的，因為要跟國民黨鬥爭，他就訴諸他的一個本土意識，把本土意識轉換成台獨意識做一個提煉，所以民進黨的台獨化並不是在2000年前完成的。民進黨的台獨化是在2000年之後，陳水扁對抗國民黨的時候，逐步的完成。所以民進黨有些人士就在這個05到08之間就逐步就退黨了嘛，很多都是主張兩岸比較對立的人士。最開始民進黨的那個鬥爭的目標其實是反對國民黨，可能有一些人有個別人會提出來，比如說台獨的這種想法，但是這個並不是當時民進黨或者說那波人的鬥爭的一個目標，他們的整個目標還是反對這個國民黨。這個陳水扁提出所謂4不1沒有嘛，不宣布獨立，不更改國號，不推動兩國論路線，不推動統獨公投，以及沒有廢除國統綱領。什麼是國統綱領？國家統一綱領與國統會、國家統一促進會。所以大家理解，它是一個逐步的過程，而這個就牽動到了國民黨該如何在失去政權的情況之下來處置兩岸關係。而兩岸關係，大家剛才前面也講了，它是透過這個國共的高層人士的互動來建立的嘛。但是之前是在政府端做了，所以呢，這個有這個辜汪或汪辜會談。所以他就把它延伸出來，所以就促成了兩岸黨首會面。那也就是2005年的時候啊，這個連胡會嘛，連爺爺您回來了，您終於回來了，這是不是？這個肯定，我講這個年紀再輕一點的同學可能不知道，但王驍肯定知道。對，那個時候那個哇，電視新聞全部都是這個內容，就報紙，因為。對於大陸這邊的，反正我們當時的那個回憶來說，它不單單是一個叫做連戰訪問大陸這麼簡單的一個事兒，就是它這有幾層。第一層就是當然是國共會談，這相當於是從雙10之後，國共再一次的一把手的會談。對，雖然說從台灣的角度來講，大家會覺得啊，這不就是一個在野黨嘛？你建一個在野黨有什麼好這個說這麼多的？但是從大陸的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學歷史，大陸的這個歷史教科書有古代史半本，然後呢近代史半本，所以說近代史是一個很長的。然后呢，國民党的存在是非常非常高的。虽然说很多人都說什麼啊，大陸不教國民黨的那些東西，但是國民黨的歷史是大陸教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不單單是說負面，因為台灣現在很多人會說啊，大陸只教這個國民黨的負面，國民黨的正面，國民黨的歷史價值，然後呢，國民黨的這個歷史事件其實都是講的，而且呢，我們甚至是把這個國民黨也是分成，比如說這個革命派和這個反動派，然後呢，哪怕是他後來變成了反動派，我們也會繼續去細分，比如說他對於這個中華民族做出的貢獻和他對於中華民族做出的這個傷害等等等等，這個都是進行了一個講解的。就是我們上一個所能夠記住的，有具體的鮮明的形象的這個國民黨的領導人還是老蔣嘛。然後這個時候突然有一個活着的國民黨主席來到了大陸，而且呢是兩黨一把手正式的會面，正式的握手，那其實是對於大家來說都是歷史性的時刻。因為畢竟中華民族是一個屬於歷史的民族嘛，我們在看待歷史時刻的時候，我們總會有一種就是那種油然而生的那種激動的感覺，所以這個是第一。然後呢，但是在另外一塊是什麼？在大陸從小的教育就是台灣同胞，所以呢，大陸人對於台灣一直是有一個非常非常友好的一個印象。雖然說我知道歷史哥你現在做這個互聯網，所以說經常可能有一些人在這個評論區會衝你，但是我相信你在大陸我已經這個就自坦誠，好不好？這個歷史哥 A.K.A 掃碼哥 A.K.A 蹭飯哥啊，這個沒關係。如果講得好，盡量打賞啊；講不好啊，你盡量罵王驍，不是你罵我，你不要罵王驍。對。
沒關係，我覺得網友就是活潑啦，其實這無所謂。但是其實我的意思是說，整體來說，那個是屬於少數。你在大陸，哪怕是今天經歷了蔡英文，正在經歷賴清德，哪怕是這樣的情況，在来到大陸的時候，大陸人民其實整體來說還是非常非常友好的，是的，对不对？是的，非常，对吧？不存在說，比如说像大陸人、台灣，比如说整個青鳥啊，對他們進行一個圍攻啊，或者說口誅筆伐那樣的一個狀態，對吧？甚至有我們這邊啊，叫做這個對面，比如說某些立法委員，甚至直接會號召自己的這種追隨者去攻擊大陸的這些我們叫陸配嘛，對吧？是的，是的，確實是等等這樣的情況，所以說你應該是能夠感覺到的，大陸人是非常友好，哪怕是今天這樣的情況都是非常友好。那如果在當年呢？當年其實沒有這麼劍拔弩張，對不對？其實，在那個氛圍下，我個人認為啦，當時大陸會非常激動，事實上國民黨人也很激動，因為對於國民黨人來講，尤其像連戰這一代老一輩的國民黨人，他們是有歷史使命感的。我很公允的講，因為連戰他家學很深嘛，你想他從他祖父連橫，他的爸爸連震東。一輩子都是國民黨員，尤其連震東這一輩子國民黨員，他就是希望培養一個他的兒子作為一個接班人，能夠頂起這樣一個歷史的使命感嘛。雖然很多人對連戰的能力啊評價是一回事，因為後來他兒子像連勝文先生，他有出來講嘛，他後來也當到國民黨副主席了，他也有出來講他父親當時怎麼樣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其實你可以理解裡面那個歷史脈動，包含這一次國民黨的訪團裡面，連勝武、連戰先生的二公子。他也是作為這個國民黨現在鄭麗文黨裡面的這個執政團隊啊，或者是黨的領導團隊裡面的其中一個黨幹部啊，也一起參與在這裡面。那更甚者是有個歷史的巧合，2005年鄭麗文從離開了民進黨之後，然後加入了國民黨，當時被民進黨人追殺，是誰給他一個懷抱的？其實是連戰先生排除了眾議，然後擁這個鄭麗文入黨的。而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聯胡會，作為當時的國民黨發言人嘛，他的第一個工作就是這個。所以這個歷史的橋梁跟嫁接，我覺得其實以我一個學歷史來講，因為王小也學歷史，就是我們這樣學歷史來講，你是會有點觸動的。我們就非常喜歡這種巧合，對吧？或者非常喜歡那種歷史中的緣分。對，就是我更小的時候呢，就是台灣第一次實現這個政黨輪替的時候，也就是陳水扁當選那一次。就是說我作為一個老百姓，在大陸成長的一個小孩，我在讀那個新聞的時候，我會覺得非常恐慌的，我不知道會不會爆發戰爭，所以說我當時是非常害怕。然後呢，當我們後來在不斷的看到，比如說陳水扁的各種表演，对吧？再到他的弊案出來，再到那個施明德領導大家上那個凱達格蘭大道等等等等這些事情，對紅衫軍的行動，我們其實是非常非常關注台灣新聞的。我那時候小的時候非常非常關注台灣新聞，我們甚至比關注美國新聞還要多去關注台灣新聞。所以說你要知道，當連戰訪問大陸的時候，那種心情不單單是說一種歷史的感覺，更覺得是，我們好像要衝着好的方向去發展了。然後呢，大家都認為 OK， 下一屆肯定是馬英九。所以說，當連戰打開了這個歷史的窗口之後，大家都是懷着一種充滿希望的心態去看待未來的這個島內的政治，然後兩岸之間的這種交流。從這個蕭哥的分享讓我這很有感觸了啊，就是說，這個連戰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對於國民黨的支持者跟受眾來講是非常有感覺的。但是我們家大家如果有翻過歷史哥的之前的講法，也知道，像我爸爸他們是深綠的嘛，他們是反對國民黨的啊，這個他們就是跟着施明德上街丟石頭給國民黨警察的嘛。那他們這個在我們那個家庭氛圍裡面，對這件事情是質疑的跟懷疑的，所以這很有意思。兩岸有很多不同的溫度，但我知道我有很多國民黨的朋友嘛，我問了他們這個是國民黨，就是說藍營的孩子啊，可能跟我差不多的年紀，他們很激動啊。那我們很冷感啊，這很有意思，這就是台灣這個很多元的一個氛圍。但是這天蕭哥剛才分享，所以國民黨為什麼當時要做這件事情呢？我覺得有一個關鍵，它有一個壓力，也有一個期許。壓力來自於說要對抗民進黨的台獨敘事。他必須更進一步，而且必須跨過孤汪會談的成效。所以當時呢，蘇起呢就把這個名詞給引入，就是9·2共識，所以就創建這個，在這個9·2共識的基礎之上，兩岸有了這個對話的一個基本的一個框架。這個框架很簡單嘛，就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嘛，然後各自以口頭的方式表達，這叫做所謂的一中各表是這樣來的。這個叫做所謂的一中框架啊，創造性的模糊啊，就是說到底這個中國是中華
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類的啊，這個就留待大家日後的政治協商來做一些這個討論，這個是重點哦，這個梗很重要哈。那所以從05年之後，那鄭麗文女士呢，就當時就參與其中嘛。所以為什麼她對於兩岸重啟會談這些事情她很激動，但是她好像也顯得很游刃有余，因為她很有經驗嘛，她當年就躬逢其盛嘛。那所以05年的建立了這樣的一個範疇之後，國共的第3次和解就推動了。在這推動之後，最重要的是國共直接建立了管道，可以直接聯繫國民黨大陸事務部，它是可以直接跟中共中央對台辦公室，好，就央台辦，好，就是國台辦的一個機構2套牌子嘛，對，就台辦可以直接對接的，這個非常重要。你來大陸來太多了，你現在會的這個詞太多了，一個機構2塊牌子都被你給學會了。然後再來一個關鍵，就是05年之後接替馬英九上台，這就是推動了在馬英九時期兩岸非常非常這個友善時期的一個基礎。馬英九時期整個來說，兩岸的交流，我覺得當時是一個蜜月期吧。這個兩岸蜜月期其實大家期待是很高的哦，但是馬英九為什麼這個兩岸蜜月期最後他沒有能夠完成這個歷史的任務呢？我想有幾個關鍵啊。第一個啊，馬英九在競選的時候呢，這個國際的大情勢環境其實有一些變化了。這個奧巴馬開始要重返亞太了嘛。那還有就是馬英九競選這個第2任的時候，他並沒有在他的整個的他的政見裡面加入到很重的兩岸篇章，尤其是領導人會面。所以在這關鍵裡面就會出現一個落差，因為大家知道這個德摩克拉西或者說西式民主啊。它必須是要授權那個過程，而這個授權的過程呢，主要你如果提出了什麼政見，那你當選了，不管他是不是因為這個政見支持你，你都得到一層保護，就你想咋幹咋幹，反正當初你在實現你的政見，它有絕對的正當性。所以呢，當時後來這個兩岸最高領導人的新加坡會談，好，見完面之後，反而在台灣內部這個疑懼是增加的。所以大家也知道，14年有這個太陽花運動，就衝着這個 ECFA 就是兩岸的這個自貿協定而去嘛。那就造成了後面一系列的天和地動，國民黨緊接着在16年就失去了政權，然後呢就一直到今天已經已歷10年了。這中間我想大家最好奇的就是，那馬英九下去之後，國民黨整個到底怎麼變化？簡單來說，馬英九時期雖然國民黨內部還是有不同的派系，比較有名的就是馬王政爭嘛，馬英九跟王金平啊，就是本土派跟馬英九的鬥爭。但大體而言，因為馬英九他都是高票當選，他有絕對的實權，但是進到了後馬英九時代，這個關鍵就很大了。這個上來收拾馬英九殘局的是朱立倫嘛，然後呢，再來是洪秀柱嘛，而洪秀柱呢，就是我們大家兩岸都很喜歡的朱柱姐，他最後一次以國民黨黨主席的身份進行兩黨領導人會面之後，那16年之後的10年期間，其實國民黨的變化是很大的哦。吳敦義一直幹到2020年，這個韓國瑜敗選之後，他就辭職了嘛。辭職之後呢，接着上來的是江啟臣，江啟臣大概幹了1年多，但江啟臣的角色比較像一個過渡角色。當然，他現在這已經做到立法院副院長，而且也通過國民黨的這個提名要來競選台中市的市長，大有未來國民黨共主的一個趨勢在走啊。不過目前來講還有一點遠啊，所以江啟臣他比較過渡角色，他當時也是主打改革上來的。所以你認為是江啟臣其實是原來的這個老的系統裡面試圖培養的一個接班人的角色是吧？這個可以這麼說，這個有點複雜，我講細一點。那我先把江啟臣後面就是朱立倫第2次4年坐滿之後，在後面就是現在鄭麗文。大家先把這個次序記起來。好，那我們再來講一些細節。從第一次這個洪秀柱上來之後，他試圖推動這個兩岸的一個進一步的深化的交流，尤其就是國共之間用國共這個平台來做，但是整體來講並不成功，因為我們知道16年其實民進黨就是踩着抗中保台這個大潮上來的嘛，所以國民黨的地方，尤其是因為16年失去這一次政權，實在敗得太慘了。那一次呢，是蔡英文高票當選之外，還有什麼？就是在立法院裡面失去了多數席次，甚至民進黨都接近了到修憲門檻的2/3了。所以國民黨這些既有政治人為了要活下去啊，很大程度他們就認為說，那會失敗，就是兩岸出了問題。那兩岸出了問題就是国共太密切了，所以他們總結是這個邏輯嘛。所以這裡面就出現了這個思潮，就是與大陸要保持和平跟友好，但是不要太好。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是慢慢的有一個詞在大陸的這個互聯網上，或者說就關注兩岸的人開始就甚囂尘上，就是獨台。然後大家就慢慢就開始說啊，
民進黨是台獨，國民黨是獨台，就那個時候就開始說了這話了。哦，原來獨台在大陸這邊看法是從那時候開始。因為如果真要講的話，確實，因為你採取冷和嘛，那冷和等於說兩岸邊還是有交流，但是最多到副主席層級而已。所以他經常就是說，國民黨這邊派副主席，大陸這邊呢是政治局的常委來進行接見，以台辦系統來進行接見的哦。所以他的邏輯就降層次了嘛。就是再往前推進的話，接下來是吳敦義，在2018年的時候，國民党呢在地方選舉大獲全勝，當中最大的政治明星就是韓國瑜，韓國瑜又回來了。他因為屬於李登輝派系，李登輝下去了嘛，所以他失去了這個立委的連任的這個資格之後，他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再出來。因為韓國瑜他是蘇起的學生，所以他其實對於推動兩岸的交流跟和解這件事情，他是有，我認為在他內心裡面是有他的使命感在的。從韓國瑜的角度來講啊，哪怕他没有使命感，我覺得啊，他可能也會寄養，畢竟這就是他所學的本領。習得文武藝，或與帝王家，對吧？我感覺我就擅長幹這個。其實你知道韓國瑜19年就選這個最高領導人的時候，他選大選的時候，他的口號是什麼？兩岸和平的定海神針就是9·2共識，所以他後來簡化就是兩岸的定海神針就是9·2共識。為什麼他這樣講？因為他是蘇起老師的學生。18年韓國瑜當選之後，他就開啟了高強度的兩岸交流吧，先去香港，然後後來去了深圳、廈門，當時甚至想要做這個南部版的雙城論壇，但是韓國瑜後來被國民党徵召去選領導人，去大選了，導致韓國瑜的聲勢啊受到很大程度的影響嘛。這也跟國民黨內鬥有關係啊，所以你看兩岸有時候很複雜在哪裡，就是因為國民黨這邊啊，它跟大陸這邊不一樣，它很不穩定，它又牽涉到派系的鬥爭。那韓國瑜異軍突起呢，給吳敦義很大的壓力。而吳敦義是奉行什麼路線？其實吳敦義他本身是比較奉行馬英九路線的，但是呢，他又是台灣的本土派系，他是來自於南投，南投縣是台灣唯一不臨海的縣。他自己也當過高雄市長。對吧？哎，對，哎，你這個記憶力真好哈。他就是他當過高雄市長，當過馬英九最長時間的閣揆，然後呢還當過馬英九的老父。我覺得他是相當於是就是中央派、本土派他都吃得開的。對，他其實是中間那個融合的角色，他既是本土派系，也是國民黨的建制派，就是馬英九這一系傳下來這個樣子，所以。他就對兩岸事務就採取一個不冷不熱的一個態度，因為他既要滿足地方派系這個對於因為兩岸問題而敗選，尤其在選地方的時候，你提兩岸問題其實加不了分嘛，那不是加分項，基本就是減分項，這個選舉邏輯就是這樣哦，所以他有這樣的一個內部的一個需求哦。那另外我這邊也要這個跟大家提醒一下，我知道提到兩岸問題，大家會有很多情緒，我們就進行一個技術性交流，對，我是一個用第三客觀的哈，所以大家當然盡量罵。我無所謂啊，但是我只是說，我們就是比較是處於這個從這個技術跟學術的角度，我們來做一些思考跟探討。所以呢，吳敦義時期兩岸的交流就減少很多，國共之間的層級也有所下降。那進入到江啟臣，他無暇兼顧兩岸嘛，所以他基本上呢是據說連賀電都沒拿到嘛，因為他是個補選上來的。因為吳敦義是因為這個2020年大選敗選引咎辭職，國民黨這個主席是必須為選舉引咎辭職的。那台灣選舉是每2年一大選啊，就是地方大選跟中央大選，它是交替的。好，這個18年地方大選，20年就中央大選啊，這一直不斷在交替這樣子，好，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好，那接下來江啟臣很快呢就下去了，主要原因是為什麼呢？江啟臣他最後啊在競選連任的時候呢，他只拿到1成多的選票。但他主打改革，而當時另外一個主打改革在兩岸也算是紅人的誰呢？就是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老師，張校長。哎，繼蔣校長之後，又有一個校長想來選主席了。喜歡被人叫校長的老藍男。我跟張校長非常熟，我都叫他張老師啊，張亞中老師。好，非常熟。好的。我不破壞你的關係。不，无所謂。啊，这個我們該講一定要講。好，老師是能聽得進陣陣真言的啊。最後，他是以一個對建制派衝擊的角色，拿到了4成多的選票，跟朱立倫的距離非常的近，而江啟臣占了1成多，所以朱立倫以不過半的狀況當選了國民黨黨主席。這件事情對國民黨建制派的衝擊是很大的，因為當時在張亞中那時候很新鮮嘛，他的一些論述啊什麼的。因為他過去都當老師，他是以學術為主，所以在實戰中不見得經到檢驗，但是至少好聽哦。比起這個講話很無聊的朱立倫跟四平八穩的江啟臣，那就當然他就有他的這個吸引力嘛。
那當然他也沒有組織這些東西，所以他就最後沒有成功當選。但是確實在國民黨的建制派的下面撕出了一道口子。當時如果江啟臣退選，他會不會當選，我們真不知道。但是朱立倫是這個國民黨當時成立已經120幾年以來第一個黨員選舉當中沒有過半的黨主席，所以朱立倫是一個很弱勢的黨主席。那他接了這個攤子呢，遇到這個最大的問題是他會第一個黨內有威信但又沒威信。有威信的是他本身是屬於國民黨大佬系的，這裡也講一個國民黨特色，國民黨的派系非常鬆散，它是以門生故吏關係，以人際網絡作為一個所謂的派系，都不成派系，叫山頭主見。跟隔壁啊民進黨啊那就不一樣，民進黨那個派系是壁壘分明啊，他們的派系有完整的智庫啊、基金會啊、各種次級團體啊，然後他是可以完整訓練，然後各個派系還要共治啊，然後討論內部開會，非常日本的一個政党。对吧？然後國民黨呢，我不得不說呀，真的是很具有中華傳統文化的宮廷政治啊！對，這個對於朱立倫的這個行使他這個黨主席的職權裡面，他就有這樣的一個狀況，他是大佬，最年輕的大佬。那所以你想，他是大佬派系的末裔，所以我說他既穩固也不穩固，因為這層身份對他來講，他的號召力會存在於什麼？國民黨既有的一些舊的脈絡，比如說企業界啊、募款啊等等這些能力，他就很強。可是呢，他又不得黨員民心，那黨員覺得你這老男人怎麼又來了呢？對不對？你靠着這個國民黨這些這個規則保駕護航，你才能頂住你的主席之位。你這個選票那麼爛，好，這大家對他也有一些反感啊。加上他自己的一系列的一些操作，因為16年的時候曾經把洪秀柱給換了下去嘛，這個選最高領導人的時候。所以呢，就換柱事件嘛，他也傷得很重。不單單朱立倫這個事件對於朱立倫在國民黨內有很大的傷害，另外一方面也是對於朱立倫在大陸的形象，還有國民黨在大陸的形象，整一個來說是比較大的一個傷害。這個確實啦，就是說，其實當時如果洪秀柱選到底也是輸，但是呢，不會輸這麼慘。這點也跟大家說一下。但回過頭來有個點啊。朱立倫還有另外一層身份，他跟美國的關係非常緊密，黨內公認為是親美派的。他的太太那邊是台南的一個望族，非常有實力的望族，他又是地方派系，他又是大佬，他的身份很複雜，他又有美國系統。那你看他會綜合做出什麼判斷呢？第一個，地方派系始終對於太過於所謂親中會導致敗選這件事非常芥蒂，因為2020年韓國瑜從贏選到輸嘛，關鍵認為就是韓國瑜的兩岸路線出了問題，然後他呢就開始選擇。一定程度再減低兩岸的一個交流層級，國共的交流層級，加強在美的工作，所以他重開了國民黨的美國聯絡處，就是國民黨的駐美代表。所以我覺得在這裡面你就可以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狀況，就是朱立倫為什麼會被認為說他逐漸變成只有親美，然後對大陸是非常冷。我認為他們國民黨人是沒人敢明着反大陸，就是在鄭麗文選舉之前的這個態勢，國民黨裡面確實有一批，他可能是保持對大陸保持友好交流，但不親，而對美國保持親近，而且他們可能都有比較強大的美國背景啊，這一系就成為朱立倫這一系的一個特色。國民黨是山頭政治，所以它是不斷的排列組合重組的過程。好，它不是一個很穩定的派系系統。朱立倫領導國民黨作為黨主席，他就會靠過來，所以就會把這一些相對更親美優於親陸的派系就集結在一起。但是他不到反陸。而且我不得不說另外一個事情，就是為什麼我說朱立倫他在這個大陸人民的心目中這個印象非常非常差。他在修改黨綱的那個時候，他還是明確的保留了叫做親美抗共還是叫做聯美抗共的那個表述，就是反共表述，他並沒有把它刪除。這個坑其實後來也讓鄭主席就很麻煩一方面是他在這個黨綱上面的叫做聯美抗共或者說親美抗共，這個是在這個大陸這個方面來說是非常不好的一個印象。然後另外一點我們必須要知道的是什麼，就是朱立倫所在的時期相当於是蔡英文執政的時期嘛，兩岸的聯繫不斷切斷的這個過程是非常非常迅速的。然後呢，對於大陸來說，相當於是以前建立的許多溝通的管道突然就
失去了。我們再回想一下当時的整個国際環境，当时的国際環境其實壓力是非常大的。首先是特朗普的第一届，对於大陸是一種猛攻的狀態。那個時候可以說大陸內部的環境或者大陸內部的輿論壓力非常大，然後國際上面整個對於大陸的圍剿圍攻壓力也非常大。當時呢，19年的時候，香港又開始出來暴亂的這個狀態呢，我們也可以感受到是大量的這種境外的勢力在這邊支持，美國、英國等等的勢力在後面推動着香港的這一股力量，再和大陸進行一次總體的攤牌。所以当时对于大陸來說，我們非常非常需要一個可以和台灣溝通的一個對象。那民進黨難以溝通，那麼和誰溝通？和國民黨溝通。可是當時不得不說，國民黨的這個溝通呢不順利，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不順利。再到後來又到了疫情期間，在疫情期間呢，國民黨也沒有去扮演一個推動兩岸你說和解和平的這樣一個狀態，而是把很多疫情中的事情啊，國民黨自己也拿來進行一個炒作。國民党在以前，它相當於是絕對代表台灣，相當於是你討論國民黨就是在討論台灣。再到後來，你討論國民黨呢，是在討論台灣裡面非常有分量的一個政治力量。然後呢，再到後來變成了國民黨好像也逐漸的走向了一個跟大陸不親，或者跟大陸沒有那麼好交流的那麼一個狀態。比如說，在疫情期間，很多國民黨說的話，就是你可說可不說，但是你選擇說。那麼對大陸來說，就是你給我留下的這個印象，覺得是非常的難以溝通，是這樣的一個情況。我是說大陸的一個輿論呢，我不是說這個官方的層面，因為我們也不了解官方層面到底是怎麼看的。但是可以說在這個輿論的這個角度來講的話，說留下的印象就是越來越差，越來越差。這也是導致為什麼你說後來的大陸的這個青年人，要麼就是不再關心台灣了。他不像我小時候是重度看那個兩岸新聞，就是我小的時候你台灣所有的名嘴我全都認識，重度看。但是我們後面這一代的，比如说00後的這一代，不太關心台灣。你問他台灣發生了什麼事情，不關心。有沒有看台灣的影視劇，也不太看。然後呢，有沒有再看台灣的什麼文藝作品，也不太看，就是這樣的。時不时火一個很火的電視劇，他可能看一眼，但他不會把那個當成叫做我喜歡台灣當地的那種文化，而是叫做最近有一部很火的戲，我要看一下，僅此而已。然後另外一派就出現了那種我們說喊打喊殺武統這一派，他覺得哪怕是以前的那種可以交流的那種管道，或者說以前我們大家都認為彼此是中華民族這樣的東西都不存在了。國民黨和民進黨在他眼裡面看來都變成一種人了。我們知道啊，雖然說島內可能是國民黨，這是對他們來說很重要的一個選舉策略，但是從兩岸的關係上面來看，很多的大陸人就會覺得，哇，那你國民黨跟民進黨還有什麼區別啊？你還有什麼區別？對，這個就是現在很多大陸的青年的這一代，為什麼他們變得越來越的激烈？我們不能只是說是這個國際環境，或者說我們不能只是說大陸內部的環境發生了轉變。對於當時整一個朱立倫時期，我們可以說 OK， 你有苦衷，那是你的問題。但是他在兩岸之間的这个，尤其是在两岸的交流的管道和交流通道这件事情上面，我認為表現的並不是非常出色，是這樣的。是的，我想這個沒什麼好藏的掖着，就是說，其實兩岸會變壞，國民黨沒有辦法處到一個積極的一個正向的作用，是讓人非常失望的。如果從一個後設的一個歷史的觀察角度來看，那國民黨確實會讓大陸老百姓感受到，那你到底在搞什麼？你怎麼會這麼的軟弱？民進黨是很強，沒錯。我覺得從一個台灣內部視角，或從國民黨本位視角，他當然喊苦嘛。他說：“那我沒辦法，我面對民進黨這樣強勢壓境啊，尤其這個國際大環境對於大陸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嘛。當時這個美國都喊出全球圍中了嘛。我們也知道，川普1.0，他的最主要目標就是發起所謂的新冷戰嘛。不管怎麼樣，他這個對抗，那你作為一個兩岸交流的指標性政黨，而且你有這樣的歷史淵源，那你應該做更多。我覺得要我講啊，我覺得國民黨當時啊，就是沒有能人意識。很不客氣的講，朱立倫
他的能力就到哪裡，他沒有能力帶領國民黨走出當時這樣的困局。我覺得這是整體國民黨的一個情況，就是我發現以馬英九作為一個節點，然後馬英九之前所有的國民党的那一代人，他們總會說，哎，我是中華傳統文化。你比如馬英九還提出了正體字，對不对？以前我们都是繁體字跟簡體字，就是繁簡才是反義詞嘛。然後呢，他提出了正體字，那正體字是什麼意思？其實它就是一個很政治化的表達了。就是那個時候，他還會從叫做傳統文化或者中華文化這個角度來去中華正統進行一些對中華正統，他會爭一爭。但是後來你越来越發現，不管他怎麼聊什麼大中華或者什麼民族，碰到美國人膝蓋立馬軟掉。你就不止，這就是從古至今，從國民党出生的第一天就碰到美國人膝蓋立馬軟掉。這沒辦法，因為他們的創黨孫總理畢竟是美國留學生嘛。好了，這開玩笑。我想兩岸的觀察，尤其蕭哥講出很多人的一個心聲嘛，就是你國民黨為什麼遇到美國人就軟掉？我這可以從3個層次講。實體層次來說，美國人在台灣那已經是深入四肢百骸了。美國人沒辦法直接控制台灣，但是美國人可以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不要說國民黨3黨隨時隨地都等着接美國人電話，他電話一打進來，3黨的任何政治人物就非常驚訝。好，我私底下跟他們這些政治人物聊過太多了，我太清楚他们，我說你怎麼那麼怕？他說不是怕，那麼他搞你咋辦？確實這是美國人的能力，但是你有沒有技巧，有沒有能力呢？能去維護這件事，這是第2個層次。那有能力的，比如說鄭麗文，這個愛新覺羅刀殺了進來，一刀斬向了他的副主席，尤其其實就是在處理兩岸領導人會面的蕭旭岑，就要給他死。但是鄭麗文怎麼處理成功的？他怎麼去調動他的資源的？這個其實就是你能不能處理吧。所以我才剛才說，為什麼我從一個比較內外都有的視野來看的時候，我就說剛才國民黨就真的沒有厲害能夠處理這個問題的人。好，但是退一萬步講，剛才蕭哥講到，誰管你有沒有能人或意識？你國民黨整體來講，你們就沒膝蓋，你遇到美國人你就軟嘛。這個是整個鄭麗文在上台之前，國民黨的基層對於國民黨的主流政治人物不滿的地方。就美國對台灣越來越加嚴厲，對你國民黨也愛理不理的，只會打電話來給你施壓，或者用各種東西搞你，你至少震怒一下，雖然就此一震，那也都得震一下。你的虎區一震，震完虎區還在不知道，但你得一震嗎？但是他沒有，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基本的訴求。你說他反美嗎？我覺得不到反美，而是一種對於美國的懷疑情緒。這一次的會面跟這一次鄭主席的當選，他當選主席這件事情，他有絕對的聯動性。鄭麗文能上來，主要是建制派與反建制派的氣息的之爭，但這個派它不是一個完整的組織架構。再說一次，國民党是人身孤立關係形成，但是國民黨的黨員，儘管他跟台灣社會的這個普遍的樣態差距甚遠，他66%以上的黨員是65歲的老黨員，儘管你可能說他有很多人頭黨員，但是他依然有他一定的自主性，這一點大家是不能完全回避的。所以朱立倫呢，相當於他幾乎沒有所謂自主黨員的支持，儘管你可能是某人的人頭黨員，但你投票的時候你自己跑票可不可以呢？他願意當那個人頭，也代表說他對國民黨有一定的支持吧。所以最終的結果就慢慢匯聚焦到鄭麗文跟當時郝龍斌啊，郝龍斌被認為是朱立倫的代理人，那背後是趙少康啊所形成的一個主流，就建制派與非建制派、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之爭。是這樣一個概念，他的當選其實很大程度就是對國民黨過去幾年路線的修正嘛。第一個，他公開在選黨主席的時候，剛好我是中國人，他高喊要兩岸要重啟交流，主要是國共兩黨要重啟交流。好，所以他把國共論壇要復活，這是他的政見。這一點就跟馬英九在12年選舉的時候，就是選大選的時候有很大的差別。馬英九是大選獲勝之後，他才去做新加坡會談的，而鄭麗文是他在選舉的時候，我就提出我的綱領，就是我要把兩岸給帶回來，把這個元素給帶回國民黨，這個很不一樣。所以他和他的力量所在，黨員們就授權你幹這事嘛。你要做兩岸交流，你要加強，你要做兩岸的會面，那黨員同意了嘛？同意你就去幹。可是鄭麗文剛上來最大的問題是來自建制派的強烈反撲，所以我把它戲稱為從去年11月1號開始國民黨黨主席在選第2輪，這個呢選完的人已經各安其位了回去當立委的回去當立委該假裝退休的假裝退休，當校長當校長反正大家就去嘛。但是呢，沒報名但假裝退休的人突然就回來了這就很麻煩了。他開始第2輪嘛，他開始這個集結一群人，每天呢
好，就在那邊攻擊鄭麗文啊，好，鄭麗文這個不對，那個不行，這個什麼，他的笑聲太魔性，這個也不行啊，反正啊，就各種攻擊吧，好，反正都能罵。這個東西到目前依然激烈哦，甚至引申為對我個人的批評啊。我相信啊，這有在看歷史哥直播的啊，你就把這名字打在公屏上啊，或者呢啊留在我們 YT 的留言區，你就寫出來，大方寫出來啊，這個有自信一點。這個延伸到了什麼時候有了一個根本改變？3件事，第一個。國民黨的地方選舉，因為就是今年啊，這個台灣又進行地方大選，他的提名作業，他們拿這個來攻擊鄭麗文，結果鄭麗文嚴守了黨中央黨章黨規所規範的方式，推行了這一些所謂的這個遴選的制度，包括所謂黨員投票啊、民調啊等等方式，撐過去了，結果竟然意外的蠻符合黨員或者是一般老百姓當中的心中的期許啊，所以他照這個制度走過來。其實增加了他的正規性。其實講退一萬步講，鄭麗文哪有什麼政治實力，跟你在那邊玩什麼黨主席欽點誰，他就沒人，你在那邊叫欽點，他點誰呢？所以他也只能嚴守黨規。還有鄭麗文這個人，他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他對於規矩制度他是有他的一套見解跟看法。哦，這個他多次講過，他在我節目上也講過。第二個事件就是蕭旭岑事，美國的力量透過了愛新覺羅這把刀殺過來的時候，結果鄭麗文用很快速的時間做了一定程度的處理啊，就是我們這次要談的這個兩岸黨首的會面。兩岸黨首這個會面，其實很大程度的加持了鄭麗文在國民黨內部的一種權威性。為什麼？因為他說我要見，結果大陸還真的回應說 OK， 我邀請你來見。之前我記得這件事情還不一定呢，因為之前好像那個吳子嘉吧還是誰說那個鄭麗文說啊，你都沒有什麼影響力的，這個對岸怎麼會見你，對不對？哎，對，所以現在吳子嘉可以去這個隔壁的豬頭山店報到，看你可以賣幾兩。其實蕭哥，我跟你報告，台灣這種鬼扯淡的這一些名嘴哦，他可以每天鬼扯淡胡說八道，然後各種政治目的各種收錢，他可以繼續的啊。台灣就有一群傻子每天被騙嘛。所以名嘴有多壞，好是聽眾跟觀眾決定的啊！你要當傻子，我也沒辦法啊！你如果多收看島島連線，你就變聰明啊！這你自己選擇。這件事其實我自始至終就知道這事會成的啊！當然，這我有自己的消息管道跟其他的一些狀況，但是我的判斷，對岸只需要確認3件事：第一，鄭主席這個人到底是怎麼回事？因為鄭麗文雖然去過大陸，但他很少去他上次去就05年那一次，因為他暈機啊，所以他真不敢去啊。第二個。鄭麗文到底在目前國民黨內能不能夠鎮得住場？第三個，他到底來想要講些什麼？這就是3件事。這個是大陸這邊想弄懂的，因為確實陌生。我再講一次，確實陌生。因此中間有非常多的兩岸穿梭的好朋友，大家都在協助在解決這件事。大問題就是大陸真的不知道。到底鄭麗文是什麼樣的一個人？我想這一點是大陸最困惑，但我們大陸的同學應該都很清楚。大陸對這個人這個事情本身他很重視，尤其在嚴肅政治場合的時候。所以這3件事後來經過一些方法發現都解決了之後，他就回補到這次鄭習會有確切的一個消息。而且大家知道嗎？有的時候什麼叫氣運來了？這時候的川普送了個大禮啊，他自己把中東搞成一國爛州哦，雖然送了很多流量。所以呢，自己說我改5月14號來吧，啊，所以呢，這一改，時間就騰出來了。一騰出來，新華社是早上10點說歡迎鄭主席一行，好，而且當時國台辦是受命發布，受是接受的受，代表來自最高的這樣的一個受命。其實據我所知，國民黨也是1個小時前才知道的。那這是當天早上決定了，1個小時後通知，1個小時後發布，節奏是非常快的。其實據我理解啊。甚至大陸的這個官方的系統到目前，至少在公布的那個時候，他們其實是沒有確認到底鄭主席會在講話當中，在黨首會面講話中他要講些什麼，就玩這麼刺激的啊！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會更凸顯這件事的重要性，因為它相當於要來扭轉過去10年以來國民黨一直在無法完成一件事，就是兩岸出現問題的時候，你國民黨要擔起那個兩岸的橋梁，要擔起那個領導台灣內部願意做兩岸交流的那一個歷史使命跟角色，而前面幾個黨主席沒有人做到，甚至還出現了大陸老百姓觀感非常差的事情，比如說黃之鋒，好見了誰我就不說了，諸如此類的事件。
所以這是鄭麗文跟前面這一些人他有所不一樣的地方，他是得到了這個黨員的授權過半了嘛，他也願意做這件事，而且他在講述這個會面的時候，他講了3點嘛，反對台獨，奉行9·2共識，並且呢，全球都是一中政策。這個在過去國民黨的黨主席的宣講裡面是很少出現全球奉行一中政策的這個說法，因為這個說法相當於把它再往前再限縮了。所以我覺得就是說，今天歷史哥反正也跟我們一起分享了很多。我觉得整体来說是这个樣子，就是說1949年以來吧，兩黨的這個高層交流呢，我們可以理解為這樣子，它其實說兩黨的交流，它一直就不是一個線性的和解的這麼一個過程。所以大家也不用說是總是期待說兩岸的交流一定是順風順水的，或者一定能夠如大家的期望，而是這裡面人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兩岸的關係，我一直以來呢也有這麼一個判斷，就是說，兩岸關係其實是中美關係的一個，我怎麼說呢，附加品。如果不存在中美關係的話，其實呢，兩岸關係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說，兩岸或者說兩黨的交流，我覺得一直是在3種狀態之間反覆切換吧。第一個是完全凍結，第二個是用黨對黨，或者說一種準官方的渠道去替代被卡死的這種渠道，就是國民黨在野的時候，可以通過跟國民黨的交流，實現跟台灣地區的這樣一個交流。然後第3呢，就是當國民黨執政的時候，那麼黨對黨的渠道，還有兩岸的制度性建設，它就會得到一個加強，這也就能夠決定交流能不能夠進得去。其實不只是說這是領導人的就是個人意願吧，我覺得一直以來它就是被台灣的一個內部的政局，然後呢大陸的一個統一戰略，然後國民黨的一個你說內部的一個路線鬥爭，或者說像剛才歷史哥你說的這個山頭鬥爭吧，然後呢再加上像這個國際關係，尤其是中美關係，然後呢還有一個台海的一個安全的態勢，因為台海的這個安全態勢呢，其實不單單是說兩岸的安全態勢，每次只要是這個第一島鏈上面發生了一個安全狀況的話，其實都會讓台海的一個安全局勢變成一個在台灣島內非常激烈討論的這樣的一個話題。還有最後的一個就是我們說的這個兩岸的經濟互相依賴的這麼一個程度，它其實是不斷的被各種各樣的因素所影響的，所以完全不能夠簡單的被總結為這就是一個和解的這樣的一個簡單的歷史。這一次呢，鄭麗文的訪問大陸，我覺得可以至少看到這麼幾點。第一點呢，是可以讓大陸或者是大陸的人民看到，或給大陸的甚至是官方一點希望，就是讓大家知道 OK， 現在國民黨內部的對話派、和解派，或者說呢叫做這個中華民族認同派，它在一點點的往上漲，它在逐漸的獲得一個主導權。我覺得如果說鄭麗文的這一次訪問是成功的，而且今年的9合1選舉也是成功的，那麼我覺得鄭麗文是可以坐穩的。甚至說，我覺得之前的很多山頭有可能在今年過後可以慢慢的被消解掉。第二呢，就是我覺得它會讓這個民進黨啊，在這一次過後呢，也有可能讓民進黨開始去調整它的一個你說戰略或者政策。因為一方面，它肯定會繼續抹紅國民黨，這是毋庸置疑的。他只要繼續堅持所謂的這個什麼抗中保台的這套敘事，那他肯定是需要去抹紅鄭麗文。但是呢，同時呢，他又需要去扛住今年的一個選舉的壓力。如果說今年他的選舉又不成功，9合1選舉又不成功，那麼賴清德會非常非常被動。那賴清德可能也需要去檢討他自己的一個兩岸政策，或者說他是不是還要搞得這麼極端。但是賴清德是不可能懲罰自己的，不可能說自己去道歉的。所以呢，圍繞在他周圍的一些蝦兵蟹將是不是會受到一些衝擊，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去探討的。然後第3呢，就是從大陸的這個角度來講，台灣它也可以不再只是一個對抗的敘事，因為此前受到賴清德的一個影響，兩岸關係幾乎只剩下一個對抗敘事。那麼如果說這一次鄭麗文可以有一個比較成功的訪問，對於北京來說，對於台北來說，都讓大家可以知道，你其實不是只有對抗的道路。那麼這一次的這個訪問呢，如果得到一個更加良好的一個宣傳，在台灣島內也
是否可以逐漸的去改变一些年輕人的想法？我觉得這很重要。然後呢，最後我們也必須要認清一個事實，就是回到最開始我個人的一個判斷，台灣問題整體來說，它還是中美大的關係的以下的一個附屬品。所以說，哪怕鄭麗文的一個成功訪問，並不能夠直接去改變今天，太平洋上面的一些政治局勢。這個政治局勢可能還是需要中美領導人去進行一個推動，而這個推動會反作用於台灣。可能這個反作用於台灣，它的重要程度會和鄭麗文的登陸是同樣重要的。所以這個是我所看到的一些事情，也是我想要跟歷史哥你去進行的一個分享。我做一點回應哦，也作為今天的这個總結啦。當然，我們得承認，就是鄭麗文訪問大陸能夠帶來多少具體的成效，或者立刻立竿見影的改變兩岸關係，我覺得這都是痴心妄想。兩岸壞了10年，在民進黨的層層疊疊的推動，你看還搞了這麼多人，蔡正元博士都去坐牢了，這東西它本來就很難解決，你沒有執政權，你很難。鄭麗文能不能夠整合整個藍營，都是一個他的挑戰嘛。所以我說藍白合會推倒賴清德，但藍白合之前你得先藍內合啊。好，這個藍內合就是鄭麗文很大的一個挑戰，確實。但是他作為一個黨首，他勇於認識，並且勇於去敘述他的論述的能力，確實。我講一句不客氣的，遠在前幾任主席之上，也基本上我目前看來，國民黨裡面大概也沒幾個主席有他這樣的一個能力，論述的能力。因為國民黨已經很久沒有出論述人才了。國民黨最能講理論的其實是第一代孫中山嘛，再來老蔣，他這個軍人他根本就不會論述，他會寫日記，他不會寫論述。老蔣很能講啊，很能寫日記啊，但這幾人誰寫日記啊？再來。這個小蔣啊，小蔣是個做實事的人啊，他基本上他不太去講理論的東西，他講實踐。好，他作為尼古拉斯蔣啊，我們都知道他有過很實踐的經歷。那再來李登輝，李登輝很會講論述，但是李登輝他把精力用在對抗他內部，還有呢就是簡單講用本土化來包裝台獨化的過程，還有維繫他的個人權利。再來呢連戰哦，他能夠做一些行動，他是一直都是行政長才吧，但是他本身在論述這方面也不是他的專项。那馬英九更別說了，馬英九本來就不是一個論述長才，所以到了朱立倫或者是吳敦義啊，或者是洪秀柱，本身都又失去政權，他的代表性又更弱，而且再加上他們沒有辦法很好的去講出非常強有力。其實洪秀柱有試着要做，但是那個環境跟時空背景確實不容支撐他去做這些所謂的兩岸的一個陳述工作。而鄭麗文他確實能夠講出一些他的道理跟他的邏輯，他能夠去具體呈現。他做這件事情，他有個大的綱要、內容跟行動。他唯一的問題是替他講話的人太少了，翻譯他的講話變成大家所能理解的人太少了。但是整體來講，他還需要一些時間去證明自己。可是至少他能做，他也敢做，他也願意做，而且他真的做。所以我覺得大陸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非常歡迎他到大陸來走走，也願意給予他最高的規格。我們知道他先到了就先去謁中山陵，而你看到他謁中山陵之前，他在台灣謁了誰的陵呢？謁了蔣介石的陵，去了什麼？去了這個慈湖嘛。而他呢就直接說，今天特別來跟蔣總裁報告，來具體陳述他在兩岸交流的。他說要跨過這個仇恨。4月12號，1927年，大陸叫做4·12反革命政變，我們台灣叫做清黨，那是國共分裂的開始。這一次的4月10號剛好是鄭麗文主席一行最後一天，今年是2026年，99年。很多事情我們常說過了100年已難回首，而99年剛好在這個時期，我認為選這個時期是有深意的，我認為是北京刻意去挑的，在99年這個時刻，我也把這件事給鄭主席講，具體他會不會把這個放到他的講稿裡面我不知道，但我認為這是一個敏感性。那再來呢？因為他主打的就是要兩岸要和解而當選了黨主席，再加上主打這個他已經做出了這個行動。如果就剛才王小所講的，你在26年選舉勝利的話，相當於是百姓給人一個授權，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間接的授權，沒有錯。但是它依然是一種授權。這個在我們講這個德摩克拉西裡面的這個西式民主政治裡面，他很重視這個的。但是對於他衝擊28年兩岸的議題，就會從對抗敘事轉向和解敘事。就至少國民黨有這樣的一個回升的餘地，而現在跟國民黨密切合作的民眾黨，他也主張兩岸一家親嘛，所以他就有這樣的一個敘事的空間。而民進黨會主張兩岸要對抗，就抗中保台。
那就是一個火車對撞。我非常期待28年，如果是這個火車對撞，那就很好，那就回到再 echo 到上一層。中美大敘事之下，它映射到台灣的時候，它的衝擊性很強。可是你台灣是用什麼樣的姿態、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兩岸關係的時候，它會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的結果。就浪打來的時候，你是站在衝浪板上，還是你抱着衝浪板，還是你正在跌倒啊？這個完全不一樣的結果嘛。你自己用什麼姿勢去迎這個浪，這是很關鍵的。就像我們兩個在談這個事情的時候，那我們是用什麼樣的角度去切入？當這個浪形成的時候，對我們在後面評論的公信力，它是有影響的。大家知道這個概念是一樣的一個概念，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我是很樂見這一次的鄭麗文一行是成功的一個部分，因為它對於緩解兩岸當前的緊張，跟創造第二渠道，或者說恢復這個兩岸交流渠道 ，make 兩岸交流 great again， 這個是有用的。整體來講，我是看好這件事情的啦。那所以也祝願就是兩岸可以更好啊。那這個今天聊了很多了啊，那也希望借由這個島島連線啊，可以讓大家更多的理解啊，兩岸也是可以連線的。對，好的，好的。那大家如果對於這一次的鄭麗文女士訪問大陸的這個事情，大家如果有什麼觀點，還有自己的想法呢，也歡迎大家在評論區分享，也歡迎大家對我們的節目，然後呢，对我們的話題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議。好，那我們的節目呢，今天就到這裡，祝大家變得更強。超越極限，我們下回相見，拜拜，拜拜。